Hello，大家好，欢迎回到米娅的塔罗频道。我们今天呢要占卜的主题是你心中所想的那个人，他对你的好感度有多少？他有多喜欢你？还有他有什么话想要跟你说？也许是面对面没有办法说出口的话，或者是隐藏在他心中想要跟你说的话。然后我们今天有3组选项 A、B、C。好，那大家可以凭感觉、凭直觉选一个英文字母。大家可以在心中默想你想要占卜的这个人的名字，或者是他的形象，在脑海中想一想他说过的话，他的声音等等。然后呢，再选出一组你们觉得比较有感应的牌。那因为这个是大众占卜，所以等一下开牌的时候，有可能就是要给你的讯息可能会同时落在2个选项，也许是 A 跟 B， 或者是 B 跟 C。所以如果你们如果你们等一下在听的时候，就觉得某一组有符合你的讯息，可是好像又没有完全那么符合的话，你们也可以再听听看其他组，因为有可能你的讯息是分别散落在其中2个选项中的。好，那选好之后，我们就开始抽牌了。我们会先从 A 组开始。好。好，我们先抽4张牌，分别是有关对方的牌，还有你的牌哦。那上面2张是对方的牌，下面2张是你们的牌。那我们首先呢，先来看一下对方的牌哦。那对方的牌整理一下，好，对方的牌这边呢，它出现了这个我觉得对方可能他有出现这个 entrepreneur， 就是我觉得对方可能在他的事业上是一个蛮有企图心的人，或者是说在对方的他所想要追求的一个目标跟也许是他的课业，也许是他的一个事业，或者是他热衷的一个事物上，他是蛮具有开创性的一个人哦。然后某一方面的你们所想要问的这个人，也许他是具有领袖特质的人哦。然后呢，你们的感情中有存在一个这边有讲到，也许是真实，也许是真相。我觉得过去就是你们要问的这个人也许他对于感情的这个
信任感并不是说非常的深哦，这也许不是你们带给他的，也许是他过往的经验所造成的。然后你们这边的牌哦，会觉得说，其实你们是蛮势均力敌的一组诶，因为你们这边又有出现了这个，三角形的这个。好，我们接下来看一下第一组哦。然后我们先抽了4张牌，就是上面是对方的牌，下面是你们的牌。我们先来看一下对方的牌哦。对方这边出现了 Entrepreneur 这张牌，会觉得说对方啊，你所想要问的这个人，他是不是在事业上，或者是他所追寻的目标，是非常有冲劲的，而且是具有开创性的，或者是说啊，他在感情上是属于一旦他认定了喜欢上这个人，他会很不顾一切的去追求的这种，就是感觉上他是某一方面是有热忱大胆的这种特质哦。然后这边这张牌啊出现了这个有关真相真理的这个正义的一个牌哦，会觉得说这个人呢，我觉得他做事情是一个蛮有他自己的想法或者是原则的，他会去追求他认为是对的事情，是真理的一个事情，他觉得是真相的一个事情。那在感情中，他也是一个应该说他是一个有他自己想法或者是看法的人，就是一旦他认定了是这样，他好像就是比较难去撼动他的一个想法哦。那你们这边呢？我觉得 A 组你们是蛮势均力敌的，因为你们看这2只，你们都出现了这个野狼，然后它的这只野狼啊，它是一个绿色的倒三角形，那你们是一个粉红色的正三角形哦，其实代表说你们呢，在能量上彼此是蛮平衡的，或者是说在情感上你们是一个可以互补的，就是各有长短的。你们2个都蛮有自己的特色的，然后你们这边呢，我觉得你们是对生命具有热情的。跟他这个就是这个企业家、创业家的牌其实是蛮合的，因为你们是对生命有热情的一群。那某一方面呢，你们要问的这个人呢，他可能在他的就是事业或者是学业，或者是他喜欢的兴趣，可能是一个运动或者是游戏等等，他其实也是会投注蛮多心血，或者是他努力想要追求的一段关系上。然后你们这边又有源源不绝的这个灵感啊、点子啊、热情，感觉上你们是蛮相配的哦。然后你们这边有出现 foresight 这个远见，会觉得说这张牌啊，它其实画的是一个野狼的足迹在地上慢慢的走过，其实会走出一点一点的足迹。那这个足迹啊，其实它是可以给后面的狼群带来一些指引跟方向。所以我觉得你们的特质其实是可以跟它相辅相成的耶。感觉上你们2个都是属于在生命里啊是蛮有自己的想法的人，而且会有蛮多热情或者是冲动去做你们想要做的事情。那这种冲动啊，也许不是很大张旗鼓，或者是说很宣扬喧嚣的一个方式哦，你们也许会是用那种默默的坚持的方式去进行的。然后你们这边特别有提到，你们是可以把事情看得很透彻的人。然后这个人他又是追求一个真相跟真理的人，所以如果你们2个走在一起的话，其实我会觉得也许你可以给他一些指引，因为看起来他如果太过坚持他所认为的真相跟真理，可是有的时候在别人眼中可能是有一点
太过固执己见吗？这个时候你们或许可以给他一些小小的提醒的感觉。所以大致上你们的能量都是蛮势均力敌的，然后他可能会更想要往前冲的一个感觉，然后你们可以去做一个比较辅助的角色。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的牌哦，看一下两边的牌。好，先来抽一下对方有可能有什么话想要跟你说。刚刚收到这一张，他说光是遇见就很美好。他觉得和你们遇见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诶，光是遇见就很美好。好 ，A 组。我想这样牵着你的手不放开。我想这样牵着你的手不放开。这个人应该对你们是有好感的哦。你们遇见的时候，他觉得是一个很美好、令他回味的事情。不知道你们是用什么方式遇见的？也许是在网络上，也许是有人介绍，也许你们是在同一个工作场合认识的。他说，光是遇见你就很美好。他可能没有想过他会这样子的遇见你哦。他说他想要，如果可以的话，他想要牵着你的手不放开。再继续看一下哦。那时我们笑得很甜。我觉得第一组啊，你们应该是有一段蛮甜蜜的时光，是不是？因为他说你们笑得很甜，所以可能你们有一段时光，也许是现在进行式哦。他觉得跟你在一起是很开心的，这种开心有点像是回到孩童时那种纯真，就是他可以笑得很开心、很无所顾忌的一个感觉耶。好，适合一个人，他出现了这一张适合一个人。这个人呢，是不是在遇见你之前，他是独来独往的一个人，所以他一直都觉得他适合一个人，或者是说啊，你们曾经是很快乐的，可是后来因为发生了什么事情，让他觉得他适合一个人呢？这个适合一个人的状态到底是什么时候呢？是遇到你们之前，还是之后呢？还是他目前想要一个人静一静的感觉哦？适合一个人，他可能本来是比较在感情上是独来独往的一个人嘛。好，愿你的生活常温暖。他说希望你的生活可以常常温暖哦。A 组看起来是不是你们跟这个人曾经有过一段很美好的时光哦？可能是暧昧，或者是说你们在一起非常的甜蜜。然后其实他跟你遇见的时候，他感觉是非常开心、非常美好的一件事情。可是他后面出现了这个适合一个人，然后又有一点祝福的感觉。他说愿你的生活常温暖。好像两个人后来因为一些事情，还是因为一些阻碍外在的因素吗？还是因为那个时候就无缘无故的错过了，因为时间，因为不够成熟，因为不够懂事，没有好好的去磨合等等的。那我觉得这个有可能是说他在离开你们之后啊，他可能在感情上还在寻寻觅觅，或者是说他在心理上一直都没有真正的安定的一个归处，一个去向哦。
他们想到你的时候，其实是觉得很甜蜜的，然后他希望你的生活温暖，常温暖。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的牌，对方还有想要跟你说什么？他就说你眼里藏了什么，我从来都不懂。他觉得你们是有一点，有一些事情，他好像不是这么理解你们哦。可能在相处的过程中，他觉得他好像没有办法好好的掌握到你们的情绪、你们的思想，或者是你们的习惯哦。然后这边他感觉有点失望，好像因为不能够好好的去了解你，不能好好的懂你，或者是说这个人他有一些木头，或者是他不能够知道怎么样才是你喜欢的那种方式，然后你好像感觉上是默默的，你没有说，但是他感觉出来你没有这么快乐，或者是说有一些东西被压抑住了，所以他说你眼里藏了什么，我从来都不懂，感觉有一点失望诶，所以看起来这样子看起来的话，从一个比较开心、比较甜蜜的一个状况哦，然后他却出现了这张适合一个人。是不是他有经历了一些挫折呢？在相处的时候，他说他不懂藏了什么。好，我们继续来看下一张哦。学习信任一个人哦，所以信任是不是他之前要面对的一个课题呢？或者是说信任这个课题是你这边的呢？要好好的、全然的、无条件去信任一个人，那这个是需要一个学习的。然后可能对方或者是你也很怕这样子完全的信任之后到头来会让自己受伤，或者是让自己失望的感觉哦。要学习一个人，要学习信任一个人，这也许是对方的一个课题哦。好，那以上这边是第一组 A 组的一个牌哦。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什么问题想要问你心中所想要问的这个人哦？我觉得这个人他其实我觉得你们两个频率其实是蛮相辅相成的，然后你们在交汇的时候是非常美好的，然后给他很多很好的一个回忆哦。可是后来好像就是有一点双方是不是没有走得这么密切了？因为他这边有出现了一些，他好像不是很懂你，然后他需要去信任，也许是一些距离的问题，不知道是物理上的一个距离哦，可能你们在不同的时空，或者是心理上的一个距离哦。那最后这边呢，希望你们就是可以在心中默想一个有关于他的一个问题。你想要问他什么，或者是之前你们有猜想的一些事情哦。然后我们等一下会抽出牌卡来解答这个问题哦。那这个主要发问的方向可以是这种比较封闭式的问题像是是否、对不对之类的这样子的问题。好。那如果想好的话呢，我们就来抽出牌卡哦。这边好，
请 A 组的朋友，你们可以在心中默想一个你们所想要问他的一个问题，是怎么样的问题呢？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对方的回答是什么，我们会从中抽出一张牌。有关 A 组的问题啊，最后的答案会是什么呢？我们来抽出一张牌。好，他说不是。A 组的朋友，如果你们刚刚有想一个问题的话，我这边抽出的牌是不是？不是。好，不知道大家刚刚问的问题是什么？然后我们这边抽出的解答是不是？我们最后啊，再来帮 A 组的朋友抽出给你们的一个神谕卡哦。好，刚刚抽出的这张牌，我们来看一下哦。Striving， 这张牌啊，它有这个努力、竞争跟奋斗的一个意思哦。然后它主要是说，可能过去啊，也许你在感情或者是你在生活中用了非常多的这个努力或者是拼搏，你觉得你的生活中要有这些奋斗、这些拼搏、这些努力，才会让一些事情发生在你的生命中，像是感情，想要一段美好的感情，你必须很努力的去，变得更好，也许是学习。打扮啊，或者是健身啊，或者是学习各方面的知识等等的，然后也许你也把这种信念贯彻到你的生活中，就是你要不断的透过这个 striving 来 make things happen， 就是让一些东西才会发生。可是他这边是说啊，最终啊，这种信念啊，它其实是会消散的，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很放松的，你可以全然的开放的，就是有一种臣服的感觉哦。当你面对问题的时候啊，你其实是可以保持一个比较开放性的态度，去面对它，就是去看待它，而不用这么好像要费尽心力去解决它的一个感觉哦。然后这张牌其实是有让你放松的意思哦，你可以去放松在这个有关于宇宙啊，整体的一个流动，并且臣服在这个流动中。我觉得第一组的你们呢，可能你们过去真的很努力，或者是说有一点辛苦哦。感觉上你们也是对生命生活很热情的人，你们应该有蛮多东西想要去追求的，包含感情。那这张牌其实有提醒你说，你可以放松一下，就是你可以给自己一点时间，就是你不用时时刻刻都这么紧张，或者是好像很害怕输给别人的感觉。你可以轻松一点，你可以放松一点，然后去看待生命要给你的事物，不会说你不奔跑、不努力的前进，好像就会所有的东西都没有办法抓住，或者是所有的东西都会离你而去哦，特别是在感情里。好，以上啊就是第一组的大家你们抽到的牌哦，希望你们的生活啊常常被温暖充满你，然后啊你可以充满信任跟充满安全的去爱一个人。祝福选到 A 组的大家。好，我们接下来进入到 B 组的部分哦。B 组的大家，我们来抽出你们的牌。
好，B 组的大家，我们来看一下你们两边的牌哦。上面是对方的牌，然后下面是你们的牌哦。那我会觉得你们今天呢，想要问的这个对方哦，他本身呢是非常，他这边讲是竞争，就是感觉上他是一个会想要去。可能在事业上，或者是在一些领域上，他是会有那种想要去奋斗、想要去竞争，或者是不想要认输。也许是在感情上，感觉上这个人就是不想要认输，很爱面子，也不会轻易低头的一个人哦。然后第二张牌呀，他讲的是 freedom，会觉得说这个人呢，有的时候他好像一匹狼，狼其实是一个合群的动物，但是他有的时候呢，又非常的想要，像是荒野中孤独的一匹狼，他其实也有他内心这种不想要被人家轻易触碰的一面。他也渴望自由，也许他是在社会的规范下。他是很遵守这些所谓的一些体制的一个人，但是他其实内心还是有想要自由的一个渴望。在感情里，这个人感觉上不太喜欢被束缚、被管得太紧，甚至是那种常常查勤、常常被检查手机的，他会觉得很不自在，他需要很大的一个空间感。那你们这边的话呢，Magician 你们的牌还有 Ace of Leaders， 我觉得你们这边是还蛮灵性的，就是你们其实是很灵活的一群人哦。你们有很多特殊的一个表现的方式，会让人觉得很惊喜，就是你在你的生命中会用不同的形式来显化出你个人的一些特色点子或者是创意，那这些都是让人家蛮惊喜的。或者是说呢，你在跟人家相处的时候，你是会比较能够灵活的，或者是说你能够去知道要怎么样去应对的。那这边有 Ace of Leader， 我觉得这边有出现这个指南针、指北针哦，这个代表说，其实你们生活中好像常常都会有一些点子，有一些想法，有一些灵感，就是会激发你去做某一些事情。也许你是那种可以在感情中很有仪式感，或者是可以带给对方多彩多姿的人。你们感觉上跟你们在一起，生活是不会很沉闷，不会很枯燥，不会很无聊，因为你们是充满灵感的一群人。有的时候，当对方太自由了，失去了方向的时候，其实你们可以是他的指南针，或是指北针。然后，对方如果太过竞争，就是跟别人太过要争输赢，或者是说太过去追求自己的一个东西的时候，不知道这个竞争讲的是在感情上、事业上，还是其他方面哦？他很专注的时候，他好像不大想要输。这个时候你们这个特质，你们这个 Magician 的特质，其实是可以融化它，或者是可以圆滑它的一些没有这么。有的时候因为太往前冲了，没有顾虑到的部分。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对方有什么话想要跟你们说，你们的一个关系哦。来，第一张牌，他说：“我想你的时候，你也想我吗？你们有想他吗？他在想你的时候，你们是否也会想着他呢？”这个人他虽然喜欢自由，但他其实
其实内心自由惯了，或者说自由久了，内心还是会想要有一个归属，还是会想要有一个人让他放在心里，可以去想念，可以去怀念他还是需要有那个让他回家的感觉的一个人哦。他有这样子一个归属之后，那才会可以往前冲，然后才可以去追寻他的自由。就是有一点矛盾，他虽然像是风筝一样，可是风筝在下面还是有一个人在拉着那条线，他需要那个人帮他控制方向。第二张呢是陪你熬夜，陪你逛街。可能因为疫情的关系啊，有人不大能够真的实体的做这件事情哦。也许他们可以陪你一起熬夜，一起聊天，一起透过线上的各种方式来表达他想要跟你做一些事情哦。好，我们再来看一下下一张牌。他说幸福啊不是用牺牲换来的。这句话呢是要跟你们说，还是要跟他自己说？是不是你们双方其中有一方就是在感情上其实蛮不知道是之前还是现在，或者是曾经啦，就是你们会用牺牲的方式去获得你想获得的幸福。这个是说呢，你们好像会牺牲自己的时间、精力，或者是金钱等等的。那你希望你的这些牺牲这些努力背后的回报是幸福。可是这张牌其实告诉你哦，当你就是好像有点违背自己的意愿，或者是很痛苦的再去追求一些东西的时候，也许这个东西不是幸福哦，也许这个是他要告诉你的一句话，又或者是这个是他要告诉他自己的一句话。幸福不是用牺牲换来的。再来看一下，他说想征服这个世界献给你，还蛮甜的哦。这个人呢，他会想要征服世界献给你耶。我觉得这个还蛮符合他这个第一张牌出现的。他其实是有一个比较竞争的性格哦。也许他是那种会希望给你很好的物质生活的人，或者是他觉得他需要一个稳固的事业、稳固的学业，或者是稳固的一个基础，一些积累之后呢，他才能够给他的另外一半一些很安定的东西哦。他觉得他自己必须要各方条件都具备，工作啊，或者是有一些物质的基础，或者是他本身的一个成熟度等等。他想要去闯，然后去征服这个世界，献给你，或者是说跟你一起分享他征服的东西。他说你想说的我都知道，你们想说什么呢？他说他都知道，感觉蛮有自信的，然后他这个表情还蛮逗趣，跟你眨眨眼。他说你想说的我都知道，他都知道你们有什么话想跟他说吗？他好像觉得他有一点看透你了，或者是说他觉得他有点了解你嘛，某一部分，还是说有些东西其实已经很明显。他说就算没有点破，他其实也知道你想说的我都知道。好，我们再抽出其他的牌卡。他说要对自己好一点哦，告诉你们要对自己好一点哦。他这边有说幸福不是用牺牲换来的，而且你要对自己好一点哦。感觉像 B 组的大家，你们是不是感情中曾经有就是很努力可是没有结果的一段感情哦？他
告诉你们，也许是天使要告诉你们说，要对自己好一点。幸福不是用牺牲换来的，记得你们要对自己好一点哦。好，最后一张。我明白你会来，所以我在等。我觉得 B 组感觉上你们是正在的那个发展中嘛，有一点暧昧的情况，或者是说你们已经认识很久了，可是彼此都没有点破，你们已经有一段深深的互相来往一段时间了，可是好像彼此都没有点破的一个关系哦。然后对方对你的感觉蛮好的。我想你的时候，你也在想我吗？希望可以陪你熬夜，陪你逛街哦。想征服这个世界，献给你。你想说的我都知道，而且他其实好像也知道你的心意耶。好 ，B 组的大家，现在你们可以在心中默想一个问题哦。关于这段关系的，那这个问题呢是封闭式的问题，就是可能是是或否、好不好、对不对这样子的问题哦。那我们现在要来就是抽牌卡，看一下对方这边连接到的意识能量会是什么。我们来抽一下，大家可以一边默想你们心中的问题，以及你们心中所想的这个人哦。然后我们等一下选一张牌卡来连接对方的能量。好，大家来想一下，你想要对于这段关系的一个问题是什么 ？B 组的大家，我们要问的问题的答案最后是什么呢？你们想要哪一张牌呢？我选这张牌好不好？他说：“给我时间，给他一点时间。”你们刚刚问的问题是什么呢？对方说他需要一些时间，也许是需要一些时间去证明给你们看，或者是他需要一些时间处理他的一些外在的一些阻力一些旧有的伤口、旧有的感情等等的。他说他需要一些时间，给他一些时间。你们愿意给他一些时间吗 ？B 组的大家。好，我们最后来抽出一张给你们的神谕卡哦。希望你们就是在虎年新的一年可以有一些关于天使的指引。好，我们抽到的是这张牌哦，他说的是健康哦。他要你温柔的对待你的身体，而且要接受你的身体哦。就是你要把你自己的身体当作是你一个好的盟友，而且呢，你要知道什么样子做什么样子的事情，对于你的身体才是最好的。而且你要像就是爱一个好的朋友一样，去爱你的身体，去好好的照顾你的身体哦。所以B 组的大家，你们真的要对自己好一点哦，并且要知道幸福不是用牺牲换来的。你们要对自己好一点，包含你们的健康饮食情绪各个方面，要让自己达到一个平稳跟丰盛的一个状态哦。尽量要让自己用自己可以接受的方式，自己能力许可的方式对自己好一点。然后不要去用一些消耗自己的方式去谈感情，这样真的很辛苦。好，以上就是 B 组的大家，希望今天的解牌对你们有帮助哦。那如果你觉得这个资讯有符合你的话呢，你可以参考。那如果你觉得跟你的状况稍微没有这么符合的话，你可以再去听听看其他的一个选项，或者是其他的影片哦。那 B 组的大家记得对自己好一点。好，
我们接下来要进入到 C 组。我们接下来进入到 C 组的大家，我们先来抽出你跟对方的牌哦。你心中所想的这个人，他有多喜欢你，或者是他曾经有多喜欢你，他对你的一个好感度，以及他想要对你说的话哦。好，我们来看一下 C 组哦，上面是对方的牌，下面是你们的牌哦。那看一下对方的牌，adaptability 跟 responsibility， 好 ，pressure 跟 disappointment， 对方啊，他这边出现了一个这个适应力的一个适应性的一张牌哦，然后这其实是有两条岔路，中间是有一棵树，好像挡在这两条岔路中间。也许啊，你问的这个对方啊，他是不是正在面临一个抉择，就是2选1？也许是在感情上，也许是在他的人生道路上，这个抉择啊，也许是在他的一个事业上，或者是一些人生重大的决定，可能是要不要放弃某些事情，或者是要不要去争取某些事情，可能像是他的学位啊、学业啊、出国啊、工作啊、转换跑道啊、搬家啊等等的之类的，他有一个抉择哦，也有可能是感情上的抉择。这个抉择对他来说好像是一个比较困难的，因为这边有一棵树挡在这两条路中间，不管他选择哪一条路，他中间都是要经过这棵树，他必须要经过一些阵痛啊、一些阻碍啊，度过了之后，他才可以往前走。那这个对方啊，这边这张牌感觉上他是一个蛮有责任心的人，那也可能因为这个责任心造成他会他想要好好的去适应他的这个选择一个抉择，但是因为这个责任心本身会给他很多的束缚，他想要做得很好，他希望不管选择哪一条路或者是两条路，他都要把它走得很好。觉得这个人可能给自己有很多的期望哦，也许在感情里面也是有一些对自己的一个想法跟要求哦。那你们这张牌啊是这张牌是乐趣跟愉悦的一个牌哦，好像一只鱼，它正在跳出水面，很开心的正在跳动表演。那其实这只鱼啊，它不只是让自己很开心，它也可以让身边的人很开心哦。那另外一方面来说，它也有可能是努力的在取悦别人，或者是说它纯粹这个很愉悦的跳动是为了自己哦，是很为了自己的幸福，为了自己的快乐，他会很努力的去追求的一群人哦。这边下面这两张牌讲的是你们哦，所以你们的状态是哪一种呢？你们是这种像一条鱼一样本身这个存在的姿态啊，跳动姿态就是非常吸引人的，然后你们也蛮擅长这种去让人家感到快乐的，或者是你们有方法让自己可以很快乐，你们会在生活中建立一些可能是仪式感，或者是找到自己喜欢的一个兴趣，一个放松的方式吗？这张牌有像这只鱼一样悠游自在的意思哦，或者是说你们在感情中是希望这样子的一个状态，你希望你自己可以很自在的像鱼在大海里面悠游的样子，然后对方单纯看着你悠游的样子，他就会觉得很开心。在感情中可以达到这样一个状态，是你们所期望的吗？那第二张牌啊是它出现了比较不是这么满意，比较不是这么
高兴的一个状态哦。感觉像你们 C 组的大家，是不是你跟你想问的这个人目前呢，有一些在联络上，或者是说在双方的一些认知上，或者是关于对方的这个抉择，让你们有一些不是这么开心，这个就直接点出是不高兴了、不满意的一个状态哦。那你们就是不开心，有一些事情让你们不开心，是不是对方造成的呢？虽然是不开心，但是并没有大吼大叫，你们是比较自己像这匹狼一样在荒野中处理自己的情绪的感觉哦，或者是说你们把这些不开心有点压抑住了吗？然后要适时的找一个地方大吼出来。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对方想要跟你说的话，来。他说时间才是最后的答案哦。他想说什么呢？他要告诉你们时间才是最后的答案呢，或者是说对方是不是还在这个适应一些东西哦，然后他目前还在整理的一个阶段嘛。他说时间才是最后的答案哦。因为他前面出现了这种一个选择，不管是在人生还是感情还是各方面，他也许有一个他需要去突破的东西哦。他有他自己的一个课题，他说时间才是最后的答案，所以要走下去，时间才能够证明到底说的那些话是不是真的，还是说有些话只是过眼云烟，听听就好的一个话。时间才是最后的答案哦。他还想要说什么呢？翻着照片想念若隐若现，翻着照片想念若隐若现，所以你们目前的联络是不是比较没有这么热络了？但是他是有你的照片的，然后他想念若隐若现，心中会想着你们的哦。再来看一下哦。总会有一个人出现，让你原谅过去的艰难。这句话对你们说，也可能是对他自己说。有一个人会出现，让你原谅在过去生活中，不管遭遇了什么，困难啊、伤心啊，或者是没有办法好好睡觉的一些挣扎，一些心中难以言喻的一个痛苦，一些很压抑的，不知道怎么去释放的一些情绪和感情哦。你会觉得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会这么好像不是很公平？为什么会遭遇这些艰难？当这个人出现的时候，就会让你原谅。所以他说时间才是最后的答案，因为这个人出现的时候呢，你就会知道原来过去那些经历啊怎么样都过去了，因为最后时间会带给你这样子的一个人。好，我们再来看另外一张牌。他说遇见你是最美丽的意外哦，他好像很觉得怎么会可以遇到你，很美丽的一个梦一样哦。但是这句话是不是也代表着你们目前是不是没有联系的这么紧密了感觉哦？也许是一个有距离的实体上的距离嘛，好像你们并没有办法很热烈的触碰到对方哦。遇见你是最美丽的意外，但是这有一点回忆的意思哦。这两张都有一点回忆的意思哦。翻着照片，想念若隐若现。他想到遇见你的时候，其实是很开心的耶，然后就突然的遇见你了，不是经过一些安排或者是策划，他没有想到会遇见你耶。好，再来看一下哦。把手给我。
这张啊，如果放在这里，时间是最后的答案，他会不会说出把手给我这句话呢？他会不会是你们的那个人呢？我觉得他想但是他目前需要时间，可是他想叫你们把手给他，但是他好像有一些困难，有一些抉择在他的人生道路上，所以这个人需要一些时间。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的牌哦。错误的时间，这边又出现了一张时间呢，所以目前并不是一个好的时间吗？但是也许时间往前推移，各种人事物都会有所变化，有所转换，有不一样的余地。时间可能就是他觉得可以化解目前这个困难的一个状况，或者是说难以化解的一些想法、误会等等的，时间才是最后的答案。好，我们抽最后一张牌咯。醒不来的梦，遇见你是最美丽的意外，这是一个醒不来的梦。翻着照片的时候，对你的想念就若隐若现。错误的时间是指现在吗？还是说曾经？还是怎么样呢？就是他说时间才是最后的答案，但是又说这是一个错误的时间。这个错误的时间呢，是现在还是过去是错误的时间呢？如果有机会，他想要跟你说，把手给他。好，C 组的大家，我们现在呢，请你们在心里想一个要对他问的问题哦。然后我们等一下会抽出牌卡来连接对方的一个想法。那这个问题就是希望是一个封闭式的问题，是不是想不想好不好，对不对之类的。然后我们会抽出一张牌，大家可以在心中默想着你想要问的那个人，还有他的样子、他的声音、他跟你说过的话，各种的表情、动作、姿态，还有你们共同的回忆、你们说过的话、去过的地方，想着他，想着他，然后想着你们的问题，我们一起来看看哦。好，我们来选一张。C 组的大家，我们来选一张牌。你们的问题有想好了吗？好，我们来选一张牌。我们选这张牌。是，他说是。你们刚刚问的问题，他说是。不知道你们是问什么样子的问题呢？这是属于你跟他一个之间的才知道的一个秘密哦。他说是哦，是。好，最后我们再来给 C 组的朋友、C 组的大家，我们再抽出一张神谕卡给你们，就是希望这个神谕卡可以给你们一些指引跟祝福哦。好，来看一下。Surface 这张牌其实是在讲说，
你要停止去利用这个宇宙，使用这个世界哦，好像试图你去跟世界去要求，或者是你试图去很努力的去得到你想要的东西哦。他是说你可以开始让爱充满你，而且去让爱去使用你哦。你其实能够提供很多，你可以提供你能够提供的东西，而且你也可以好好的这个成为服务本身，就是你其实是可以去服务这个宇宙的。那他这边说其实你会很惊讶的发现，就是很多欲望你想要的东西其实会因此而被填满。当你不这么奋力的去追逐、去操弄、去试图得到的时候，你其实会那些东西不知不觉的就可以得到，就可以来到你们身边了。我觉得这张牌它讲的是一个给予跟付出的一个平衡哦，就是也许这个时间点不对，因为刚刚有抽到一个错误的时间，以至于某些事情没有办法去成就。那你们其实不需要把它抓得太紧，因为你们本身其实是很有力量的去提供、去给予、去被爱充满，甚至用这个爱去充满别人。那我觉得 C 组的你们是非常有力量的一群哦，因为前面也有抽到了这个，你们其实是可以让别人很愉快，而且也是有能力让自己过得很好，照顾自己的一群哦。有的时候你们其实不用这么的用力，好像一直要逼迫自己去做一些事情，放轻松的时候，自然而然的时间就会给你答案，最正确的一个答案，最后的一个答案哦。好，以上就是 C 组的大家你们抽到的牌卡以及对方想要对你们说的话，那就祝福选到 C 组的观众朋友咯。